日签到成功，获得修为3000年，九转金丹乘以100。温馨提示：您的修为仓库已达99%，再不清理要溢出来啦。我说系统，你这修为是按筐发的吧？上次给的5000年还没消化完，又塞来3000。当年我为了救过马路的小女孩，一下子穿到这个修仙世界。当时原身还是个牧童，被紫竹道人打斗时不小心波及丧命，我才能趁机借体重生。唉，罢了，看你与我紫竹峰有缘，便留下做我的弟子吧。老爷爷，这台词，这动作，莫不是要给我传什么绝世功法？金手指要来了！丁，检测到宿主首次激活系统，鸿蒙神体是否融合？融，必须融！好家伙，这体质修炼起来比旁人磕了增速蛋还快。这签到比山下酒馆的伙计记账还规律，就是这公司也太吓人了。系统，赶紧遮着点儿，别把玄黄大陆炸了，我还没躺够呢。丁，宿主突破大地境巅峰，当前世界壁垒限制，后续修为暂存。这就到顶了，系统你没偷懒吧？我还想着打穿云层看看外面呢。警告：检测到潜在传承事件，即将触发新剧情。新剧情？是给我送宝物还是送灵果？别整那些虚头巴脑。顾师叔，师尊让我来请您去收徒大会。收徒？宗主这是闲得慌还是咋的？年年催，我这宁丹境哪会教徒弟？师叔，您这封的灵气，比我丹房里开着聚灵阵还浓。少蹭点儿，小心灵气太足，把你撑得走火入魔。这清心莲子泡着喝能稳心境，免得你突破时出岔子。谢谢师叔，这莲子在古籍里可是宝贝，您就这么给我了？库房里堆了一箱，再不用都要发芽了。突破了，师叔您这封就是宝地呀！别嚎了，再嚎其他封的老家伙该闻着味儿来蹭灵气了。走，去收徒大会看看，就当散步了。师叔，收徒大会开始了，您看那边来了好多天才弟子呢。天才，别是些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。对了，系统，待会儿要是遇到顺眼的，给我提个醒啊。检测到收徒场景，请宿主自行观察，本系统只负责发奖励。真小气。师兄，这是……那就是紫竹峰的顾师叔，长得也太俊了吧，比剑啸峰的大师兄还好看。听说他不到20岁就是宁丹境了，天赋好还低调。长得好看也是麻烦，早知道戴个面具出门了。长哥，过来坐。你可算来了，往年请你都不来。在家躺着舒服，过来凑个热闹。长哥，你这紫竹峰总不能一直就你一个人吧？得收个徒弟传承啊！触发现实任务，招收1名亲传弟子，任务奖励未知，额外奖励破望神童。未知？系统你逗我呢？不过破望神童还行，能看穿资质，免得收个草包徒弟。好家伙，这就能用了！让我看看，凡级、灵级、圣级的人呢？就这，清玄宗今年招的弟子质量也太差了，连个王级资质的都没有。长哥，你看上哪个了？随便挑，宗门给你开绿灯。再等等，我再看看。系统，这战神体怎么还带残缺的？检测到目标曾遭本命骨暗算，先天本源受损，导致体质发育不全，需得用先天灵髓驱除毒素，用9转金丹补全残缺体质，方能修复。暗算。长
3年了，线索全断，好干净的手段。臣年迈体衰，深感力不从心，愿解甲窥田，为我儿寻医续命，恳请恩主。爱卿乃国之柱石，何出此言？朕心甚痛啊！既爱卿去意已决，朕准奏。肖战，陛下有旨，就地正法。是。狗皇帝背信弃义，困兽犹斗，拿下！小白，走，快走，不要回头！爹！小朋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萧若白。弟子萧若白，见过前辈。他的资质不是测过了吗？凡级下品，连外门弟子的标准都勉强。紫竹峰主怎么会看中他？你愿不愿意拜我为师，入我紫竹峰？我的资质是凡级下品，顾峰主没搞错吧？听说这位顾峰主常年避风，怕是不知道凡级下品意味着什么吧？咱们清玄宗虽不为资质论，可凡级下品连引气入体都难，收来当亲传弟子。长哥，收徒可不是儿戏，这孩子资质实在太差了。我看那个沈京河不错，天级资质，跟在你身边，至少不委屈了紫竹峰的名头。长哥，你若只是想找个伴儿，让他做个记名弟子便好。亲传弟子关乎风脉传承，再想想。多谢诸位师兄好意，不过我选徒弟向来只看顺眼不顺眼。怎么，不愿意拜我为师？弟子愿意，能蒙师父不弃，弟子万死不辞。叮，任务紫竹传灯完成，奖励先天灵髓乘以10，九转金丹乘以50，风望神瞳已激活完毕。额外奖励鸿蒙道袍乘以1，自动防城防污。这下修体质的材料齐了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顾长歌的亲传弟子了。跟我回紫竹峰吧。诸位师兄，长歌先行告辞。你可知自己是什么体质？测灵师只说是凡级下品。凡级下品，现在的你确实是凡级下品。你可知你身怀战神体？战神体？没错，你是战神体，天生为战而生，肉身可撼神魔，一拳能碎星辰。若是完整状态，刚出生就能引动天地异象。可惜，你娘生产时遭人暗算，本命蛊毒不仅伤了她，更顺着血脉钻进你体内。你当时还是胎儿，战神体本源被蛊毒侵蚀，这些年体质孱弱，修炼无望，全是这毒蛊在啃食根基。若非战神体本源强悍，你早已随你母亲而去。原来我不是废物，是被那毒蛊毁了。那还能修复吗？你这本命蛊藏得挺深，扎根在丹田死角，难怪之前没人发现。不过遇上我，算他倒霉。这是给你小师弟治病的，你凑什么热闹？再抢就把你烤了当下酒菜。师傅，这鸟儿真有意思。他就是个吃货，当年被我救了，赖在这儿蹭吃蹭喝。这是先天灵髓，能温养本源，驱散阴寒。接下来3天，每天此时我用灵髓帮你逼毒，每次1个时辰，过程会很疼，忍着。师傅，我感觉丹田不疼了，还有股力气在转。
这滴灵髓够普通弟子修炼半年，你小子赚大了。给你吃这个，你还挺会蹭。小师弟刚刚好的就来讨食，脸皮比我还厚。好了，蛊毒清干净了。这金丹是大地级补品，补你那残缺战神体正好，别省着用，我库房还有一堆。这才是完整的战神体。谢师父再造之恩。这战神册配你的体质正好，拿去好好练。师父，我突破到炼体境5层了。就你这凡级下品，还敢当紫竹峰亲传？哼，我看是走了狗屎运。我师父选我，自然有他的道理。道理？怕是顾峰主避风太久，连好坏都分不清了。有种跟我比一场，输了就滚出清玄宗。你算哪根葱？也配在我紫竹峰撒野？要不我陪你玩玩？顾峰主，我是为宗门着想，不能让废物占着亲传名额。师父，我来跟他比。你怎么可能赢我？赶紧滚！再敢来紫竹峰，打断你腿！小徒弟，不错啊，还会留手。师傅教的，藏锋敛锐。师傅，我……嘘。顾师叔在吗？弟子沈惊鸿奉宗主之命，送些丹药过来。好浓郁的灵气。顾师叔，弟子今日来，一是送宗门分发的月历丹药，二是想问师叔一句话。说。收徒大会上，当初宗主还想让您收我为徒，却最终选了这位师弟。弟子自认资质不算差，剑道天赋更是同辈翘楚，想请教师叔，为何偏偏不肯收我为徒？弟子并非质疑师叔的决定，只是此事在我心里盘桓了1个月，实在想不明白。这次送丹药也是我主动请缨，就想亲自来问问。你想知道，其实很简单。我家小徒弟比你强。萧若白，我听说你赢了外门弟子，敢不敢跟我比一场？我让你3招。师父，去吧，让他看看天级资质也不是万能的。记住，别暴露战神体。
承让。你明明是凡级，怎么会有这么大力量？小姑娘，别瞧不起凡级，你天级资质在我徒弟面前也就那样。再说了，我选的徒弟能差吗？我不服，下次我一定赢他。玄阳子，缩头乌龟当够了没有？出来见客！看看，这就是你们清玄宗的未来，土鸡瓦狗，不堪一击。以本公主看，1年后的宗门比斗，你们清玄宗干脆直接递上降表，俯首称臣，也省得到时候在天下同道面前丢尽颜面。公主说的极是，清玄宗，哼，我记得上次那个叫什么张莽的，被我3拳2脚就打趴下了，哭爹喊娘的，真是废物中的废物。我看你们这山门，不如改名叫乌龟宗算了。叶天雄，话不要说得太满。明年今日，焚天宫比斗台上自有分晓，届时希望你还能笑得出来。哼，等什么明年？不如我们现在就切磋切磋。哈哈哈哈哈！这焚天宫的人真是癞蛤蟆装青蛙，长得丑还玩得花。小徒弟，你看他们嚣张的样子，想不想明年揍他们？想，我要让他们知道，清玄宗不是好欺负的。好，有志气，这才像我顾长歌的徒弟。好好练，明年让你当主力，把焚天宫的脸打肿。我们现在先去小小的教训他们一下。多谢师父，弟子定拼死修炼。丁，检测到宿主积极培养弟子，奖励战神体完整激活丹成1，1级战绩碎星拳乘1。赶紧的，吃了它！你这半吊子战神体也该完整版亮相了，配上这碎星拳，明年就让那些井底之蛙开开眼，什么叫做真正的天才。哈哈哈哈哈！清玄宗没人了吗？来一个我揍一个！真是废物宗门。玄阳子宗主，看来本公主所言非虚啊，何必让弟子们再受皮肉之苦呢？早早认输，保留一丝颜面，明年弟子也不用挨打了，岂不更好？长哥，时候差不多了吧？再下去，弟子们的道心都要受损了。去吧，别给师傅丢脸，打残了算我的。哼，是你这凡级废物，不如直接让你躺着下去。清玄宗紫竹峰萧若白，今日替宗门讨公道。战神体，不可能！你明明是凡级废物，这一定是幻术。
碎星拳！敢打我徒弟，我杀了你！动我徒弟，你问过我了吗？大地境，你怎么会是大地境？什么人？吃你爷爷一拳！到底是谁？此仇不报，我烈天雄誓不为人！公主，会不会还是清玄宗搞的鬼？放屁！清玄宗其他人要有这本事，刚才在山门前还有忍气吞声。再说那顾长歌都把老子踩在脚底下了，还不放过我？肯定是咱们以前得罪过的哪个仇家，专门挑着荒山野岭下黑手。看看，先被宗主揍成了滚地泥猴，又被石师兄抡棒子敲成了歪瓜裂枣，连叶师兄那闷葫芦都忍不住上去踩了几脚。这焚天宫今天是走了什么霉运？出门没看黄历吧？哼，都说君子报仇10年不晚，咱们清玄宗倒好，报仇是从早到晚连环套啊！唉，我还是太善良了，看他们这副惨样，实在是于心不忍啊。你看他们，先是被宗主揍得像挨了打的狗，又被石师兄抡得像滚地的葫芦，现在连叶师兄都忍不住去踩了2脚，太惨了，实在太惨了。我若再趁火打劫补上一刀，岂不是显得我顾长歌很没有格调？传出去，人家要说我以大欺小，不对，本地还不到20，应该是以小欺大。哼，胜之不武啊！你不懂，这叫君子报仇，讲究个细水长流。今天把他们揍得太狠，明天就没得玩了。嘿，你这扁毛畜生，还敢嫌弃我？不过嘛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就这么让他们全虚全伪的回去了，岂不是显得我清玄宗招待不周？好歹也得让他们深刻记住这次的教训才行。前辈是何人？为何拦我去路？路过之人见尔等身上戾气深重，怨念缠身，恐有碍天道循环，特来点拨一二。前辈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你等可是刚从清玄宗而来？是。可是在那山门之前成了口舌之快，折辱了他人弟子。修行之人当心存敬畏，与人为善。尔等嚣张跋扈，结怨在先，今日接连受挫，便是因果循环，报应不爽。前辈，那清玄宗的顾长歌也教训我。是非曲直自有公断，老夫并非来听你辩解，只是见你等虽受皮肉之苦，心中戾气却未消过半毫，长此以往，恐生心魔，与修行无益。
前辈，您这是？略施小术，为你等疗伤。望尔等记住此番教训，日后收敛心性，莫要再徒惹是非。多谢前辈出手相助。好了，去吧，记住，好自为之。这位前辈到底是何方神圣？公主，我的伤好像真的好多了，我的牙好像也不那么疼了。奇怪，我怎么突然觉得肚子有点饿，非常饿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怎么饿得心发慌？给我，快给我吃点东西！强行激发身体潜能力，加速愈合，代价是短时间内消耗大量能量，陷入极度饥饿状态。到底是哪个爱钱刀的？耍人玩呢？有本事出来单挑啊！丁，恭喜宿主签到成功，获得5000年修为，获得大道至宝混沌青莲，获得极道地兵9天龙魂戟。自从收了这小徒弟，签到奖励倒是添了新意，却正合此界修士所用。9天龙魂戟蕴含9条龙魂本源，戟锋可碎星辰。此物倒是合适若白。若白，过来。师傅，你这战神策练得扎实，但过于追求力量爆发，忽略了气息流转。方才出拳时，这里灵力淤阻半息，足以让你重伤。弟子只顾突破境界，忽略了这些细节。修炼如逆水行舟，既要勇猛精进，也要懂得张弛有度。你这几日埋首苦修，实战经验几乎为零，求师傅指点。跟我来。越往后山走，越觉空气中灵气浓郁。师傅，后山是……到了你就知道了。进去看看。这是哪里？养了些活物，给你练手用的。从这儿到那儿，给你1天时间，杀够100只筑基期以上的妖兽。弟子明白。拿着，别硬拼，量力而行。多谢师傅。我在山外等你，天黑前没回来，今晚就没你的饭。师傅放心，弟子定不辱命。知道扬长避短，不硬碰硬了，总算有点长进。小家伙这边差不多了，去看看那头老黄牛长肥了没，顺便收点配菜。顾前辈，您怎么又来了？看来最近没偷懒，竟然胖了点。不过今天不是来割肉的，昨天烤的苍狼雪豹味道不错，就是少了点配菜。让你种的赤焰灵米该熟了吧？魔鬼，这人是魔鬼啊！不仅割我肉，还要我种田。
肉质不错。别紧张，养着你是为了可持续发展。我堂堂一代山脉霸主，竟成了人类的移动肉库和灵米农夫。不过，这魔鬼每次收灵米会给我留一小部分，割肉后也会扔些灵物给我补身体。一来二去，我的修为竟从圣王初期升到了后期，肉身也更强悍了。这种靠卖肉种田提升修为的方式，憋屈啊！老子宁愿回去当土霸王。对了，你上次嘀咕东边那只3头蛟龙偷了你刚孵化的2颗玄晶鸟蛋，正好今晚炖个蛟龙汤给若白补补身子。别忘了明天把灵米准备好，少一粒就割你前腿的肉做酱牛肉。人类必该分尊。够炖一锅了。1粒2粒，不能少，少了要割前腿。魔鬼！啊，师傅说的养了些活物，难道是指被驯化来种田的妖兽？小子，好好努力变强吧。等你有用了，说不定下一个被逼着种灵米，或者身上哪个部位成为储备食材的就是你了。师傅，弟子回来了。不错，1天时间从生疏到熟练，还能越级斩杀宁丹巅峰，这戟用着可还顺手？顺手，太顺手了！弟子感觉与此戟心意相通一般。那是因为戟中龙魂认可了你的战意，好好温养，待你修为提升，他会给你更多惊喜。还行，没缺胳膊少腿。这蛟龙汤，烤肉，马上就好。吃吧，特意给你弄的，补补身子，明天继续。师傅虽然总是一副懒散样子，但每次指点都让我受益匪浅。跟着这样的师傅真好。丁，恭喜宿主签到成功，获得5000年修为。丁，恭喜宿主获得无敌领域，范围方圆1万里。丁，恭喜宿主获得悟道茶树10颗。系统，这无敌领域听起来挺唬人，具体啥功效？总不能是宣帝自萌吧？回宿主，以紫竹峰为中心，方圆万里皆为您无敌领域。在此领域内，宿主拥有绝对掌控权，言出法随，一念可定生死，可镇万物。即便此界至强者或是域外天魔降临，亦无法撼动分毫。哦，意思是在这万里之内，我便是天，想干嘛就干嘛。正是。不错不错，以后躺着也能看现场直播了，还不用担心有人来砸场子。以前还得费点手脚，现在倒好，连手指头都不用动。悟道茶，上次签到给的那1斤，味道也就那样。跟玄阳子他们泡着喝了几次，一个个跟打了鸡血似的突破。这下好了，直接种10颗，以后当凉茶喝都管够。跟那些老家伙挤一块儿，委屈你们了。看着还是有点挤，而且太招摇了。这下顺眼多了。还缺个看园子的。
1001、1002，一颗都不能少，少了前腿肉不保。那魔鬼说不定正用什么法子盯着我呢。老黄啊，别数你那点米了，给你换个新活，以后这片灵田归你打理。悟道术，还有真龙不死药、凤凰草。主人，这……刚弄的，种着玩。干得好，以后每月赏你一片叶子。我好像隐隐触摸到了大圣境界的门槛。主人放心，小牛我一定把这片药田当命根子守着，谁敢偷药，先从俺老牛的尸体上踏过去。很好，自己去田边搭个棚子住。对了，紫燕灵米还得继续种，别耽误了。我最近有点想吃灵米糕了。合着折腾半天，就是换了个更高级的地方继续种田，这该死的命运！师傅，坐着，尝尝新摘的。谢师傅。师傅，这茶自己种的，就在那边灵田里。想喝自己去摘片叶子泡。境界稳了，传你踏影步。此步法重在快与变，快在步频让对手捉摸不定，变在方位欲阻即转，不拘一格。心法已授，自行体悟。去练吧，练到能在这竹林里穿梭自如，不碰断一片竹叶为止。这茶没白喝，这徒弟也没白收。这小子装模作样的本事倒是学得挺快，有我当年几分风范。长歌师弟，我又来叨扰了。喏，给你徒弟的，这是青文草，性子温和，煮成药浴最能温养肉身。我记得若白刚入门时身子骨弱，寻常淬体汤都扛不住，这个正合适给他补补根基。师兄有心了。嗨，跟你我还客气啥？还是你这茶够劲儿，我那儿的跟白开水似的。话说回来，你这茶，前阵子我翻宗门秘则，上面画的悟道茶叶片脉络跟你这茶一模一样，那玩意儿可是传说中的至宝，你哪儿弄来这么多？喝茶。好家伙，你这茶当真了得！咦，你这徒弟竟已到炼体一重天了？凡级下品资质，不到1月便到炼体一重，这速度放在新弟子里也算难得了。看来师弟你教导有方啊，也就心性尚可，比不得金红那丫头的天资。不过长哥，修行不能总闷着头练，我看不如这样，让玄风、惊鸿他们多来紫竹峰走动走动，年轻人之间多交流切磋，对若白也有好处。老狐狸就是想让徒弟来蹭灵气。行吧，半月一次，多了不成？成交，就半月一次，我明天就让他们过来。若白师弟，这是师尊让我交给你的擎天掌精药，乃宗门核心秘籍，王者级功法。
你务必妥善保管，勤加休息。多谢玄阳子师伯厚爱，多谢师兄。好香，这灵力非同一般。都过来吧，饭好了，坐，适量即可，莫要贪多。这太神了！顾师叔，您这手艺比主峰善堂强100倍，不，强1000倍。这灵石确实比食堂的强。这是顿悟。别压，借这股劲儿冲过去，我帮你凝视根基。这灵力运转竟快了100倍不止。顾师叔，您这手笔，弟子受之有愧。这丫头的剑体比玄阳子说的还准。先天剑体，灵力竟然快了这么多！多谢师叔成全，此恩此德，沈惊魂必以死相报。心境出城，最忌心浮气躁。你们俩去旁边竹林巩固修为，别浪费了这紫竹峰的灵气。是，多谢师叔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没惹你顾师叔生气吧？在紫竹峰收获怎么样？没和若白闹矛盾吧？师傅，您这洞府稳妥吗？稳妥，布了3重隔音阵，天雷都传不出去。咋啦？捡着宝贝了？子府境中期，筑基巅峰。你们俩一天就跨了一个大境界，快告诉我发生了什么！师傅，您先稳住。顾师叔先让我们吃了早饭，后来泡了壶茶。你顾师叔那是有好茶。后来顾师叔捏碎枚金灿灿的丹药，取了点粉末融进灵气里，还滴了几滴乳白色的灵液，说是帮我们凝实根基。居然有如此神奇的丹药，还有神秘的灵液！我就说你成哥师叔藏着宝贝，让你们去陪练真是走对了。那茶喝下去，弟子卡在凝丹后期的瓶颈，就像被捅破的窗户纸。那金丹粉末更深，灵力里的杂质全被剔干净了。剑体觉醒时，那几滴灵液顺着经脉游走，像是把沉在骨子里的钝痛都洗干净了。不对，不对，你们的资质！快把手放下去！圣级！你也测！景洪，你当年可是天级上品，宗门年轻一辈独一份啊！是上级呀！2个，我清玄宗的2个天级资质，竟都成了上级！你小子，如今竟一步跨了王级，直抵上级，你这是要掀了这天啊！丫头，你可是天级上品啊！惊鸿剑体，你是剑道天才，结果你转头就给我整个正级中品，还带先天剑体！你跟我来。师傅，这是让我杀妖兽？你可知为何迟迟不让你突破？你那战神体，看似霸道，实则根基未稳。你要明白“战”之一字。那该怎么办？去里面凝丹境以上的妖兽杀够500只再回来。500头？怕了？不怕。此次战斗再加点难度，不准动用9天龙魂戟，只凭肉身和凡级兵器。弟子明白，不杀够500头，绝不回来见师傅。就让这10万大山好好教教你什么是真正的战神。500头凝丹境只是开始，战神体的淬炼从来都不是温室里的浇灌。
低头。师叔好，师叔好。不对劲儿，这俩娃娃前几天还是宁丹后期和炼体九重，怎么一天不见，气息变强大了不少？得，清静日子怕是要到头了。小兔崽子们，都给我出来！明天跟老子去紫竹峰拜访你顾师叔。静贤，快起来！为师带你去寻个大机缘，莫要声张。师傅，什么机缘非得半夜去啊？紫竹峰，玄阳子那2个徒弟从那儿回来后，修为大涨，定是顾长歌那小子藏了好东西。师傅，擅闯齐大峰不太好吧？怕什么？为师好歹是晴月峰主，去师弟那里串个门怎么了？你顾师叔修为虽不高，宝贝可不少。你们待会儿机灵点，看到好东西就……好浓的灵气！看吧，为师就说有好东西，走上山。顾师叔真的只有……傅灵腾，顾长歌，你个小兔崽子，居然在自家门口放这种阴险玩意儿！师傅，这就是您说的大机缘？意外，纯属意外。这傅灵腾专捆心怀不轨之人，说明紫竹峰肯定有鬼。静贤、墨尘，待会儿顾长歌来了，记得装可怜点，咱们丢人丢大了，怎么也得捞点好处回去。石师兄这是唱的哪出？大清早的不去看管陈月峰弟子，跑到我这竹林里荡秋千来了。师弟别取笑我了，快放我们下来！哎呦，我的老腰啊！我怎么知道师兄半夜来我紫竹峰是图谋不轨呢，还是想偷师呢？师弟别取笑了，昨天我看见玄阳子那俩徒弟从你这儿出去，气息不对劲儿。你这2个徒弟，一个天级下品，一个天级中品，放在7大宗门哪个不是宝贝疙瘩？这就是你说的资质平平。顾师叔竟一眼看穿我们的资质，跟玄阳子那俩弟子比，可不是平平无奇嘛。你们2个小家伙跟着这老不正经的师傅也是辛苦了。弟子石金贤、林墨参拜见顾师叔。起来吧，既然来了，就进来喝杯茶吧。这才像话嘛！走走走，师弟的紫竹茶可是宗门一绝。石师兄平日对紫竹峰也算照顾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也罢。我这儿也没什么好招待你们的，就灵气浓郁些。你们先找地方修炼，我去准备早饭。不用了，顾师叔，我们不饿。胡说！大清早折腾到现在，肚子早空了。长歌师弟的好意必须领。那叨扰顾师叔了。无妨，正好老黄新磨了灵米粉，再炖块牛肉，很快。坐吧。长歌师弟，我没晚吧？好你个石胖子，原来是你这尊大佛先登门了，还带着俩徒弟。怎么，晴月峰的灵米不够吃了？定是昨天玄风惊鸿来时被他瞧见了，总比某些人天天蹭吃强。长歌师弟的手艺，多来几次都嫌少。快吃，别理这老东西。你说谁老东西？我可是带了好东西来的。再吵，牛肉就要凉了。这哪是早饭，分明是修行机缘。长歌师弟，你这牛肉炖得真绝！景星灭尘，快吃！这灵米过了这村没这店。偶尔这般热闹，倒比独守满界好酒有趣。既然大家好酒，日后不愁消耗了。长歌，若白呢？我让他闭关稳固修为了。最近外面不太平，你和若白最好别出宗。焚天宫和万法阁对上了。说来好笑，那日焚天宫从咱这儿离去后，挨了揍，惨得很。听说是万法阁干的，真是仗势欺人。还以为没人知道是你们干的呢。大战几回了，
焚天宫死了几个子府长老，3个洞天护法也折了，万法阁就几个洞天受伤，死了俩子府。最关键，焚天宫一处灵石矿被万法阁抢了，他要气疯。长歌师弟在想什么？莫不是担心焚天宫？没什么，只是想着焚天宫吃亏，不会善罢甘休。谁说不是？烈天雄最记仇，这次折护法丢矿脉，定别阴招。管他什么阴招，填饱肚子正经。多谢顾师叔，多谢顾师叔。若能量产提升资质，清玄宗岂不称霸玄域，乃至冲击圣地？别这么看我，九转金丹仅此一颗，于此粉末。先天灵髓不足10滴，所剩无几，还需刘宇若白养身。长歌师弟，我不是那意思，就是你这手段太深了。是啊，长歌贤弟，今日多谢清贤他们得此机缘，全赖你。金丹堆积如山，灵髓满屋，但轻易与之，反而人不懂珍惜，滋长惰性。恰到好处的恩赐，方能令其刻苦。行了，喝茶吧，喝完修炼。这等进境，竟胜过闭关10年。王者与圣境间的壁垒已然松动，玄域数万年无人触及的圣境门槛，竟在此一日触及。此日所得，竟远超数十年苦修。时候不早，该回了。今日多谢长歌师弟款待，恩情铭记。长歌贤弟，大恩不言谢。日后若有差遣，请岳峰上下万死不辞。多谢顾师叔成全，多谢顾师叔成全。一路小心。长歌师弟，还有何事？此乃一颗9转金丹与一瓶先天灵髓，如何用，看你这宗主。长歌师弟，我去吧。就是现在！要突破了。师父，宁丹只是开始，剩余58头，继续，继续。不过接下来是子府境妖兽。丁，恭喜宿主签到成功，获得5000年修为。恭喜宿主获得天地玄黄玲珑塔。恭喜宿主获得地级极品灵脉，乘以10。不错，又是不劳而获的一天，这日子好空虚，真羡慕前世那些牛马。可想996福宝，为何我没这命呢？唉，禁地老祖们修为精进，灵气怕是跟不上了。找个夜深人静时埋进禁地，老年人不易，改善下生活吧。秘境100万里领土与上古传承，与我无关紧要，不如留与清玄宗历练。藏在暗处的老鼠，越来越不老实。近日神识探查，早就发现宗门不少异类。焚天宫多年暗子，他宗隐现，甚有几位看似忠心的长老暗通外界。既然耐不住寂寞，该清理了。看来需与宗主一谈。汾阳宫大长老严苍云，今夜将探破阵门，再转到清玄宗。这老东西蹬鼻子上脸，真当清玄宗软柿子？要不我带几个长老坐下。焚天宫与万法阁正斗凶，此时若出手，反成活宝。即他们先往破阵门，就让其挡枪，观况再定。若严苍云摸到咱这儿，那就让他尝尝1天4顿打的厉害。
哟，两老狐狸竟凑一块儿，有好戏看了。你们听说了吗？焚天宫和万法阁大长老竟在破阵门打起来了。何止？听说严苍云被打吐血，破阵门藏经阁烧半边，古籍恐剩无血。万法阁大长老一剑劈开护山大阵，火光染红半边天，百里外可见。万法阁与焚天宫本不对付，抢矿阵凶，可打架偏跑破阵门，明坑人家。好好宗门被拆半拉。两宗联手夺焚天宫矿脉，再踏破其山门。万法阁不妨图已到手，今夜就烧其藏经阁。狗贼，拿命来！两个人打得难舍难分，还都以为破阵门是对方盟友，专挑破阵门要地撞。严苍云火牙点燃藏经阁古籍，莫灵子剑气劈开护山大阵阵眼，这一场狗咬狗可真好看。陈铁山那老小子让他上次抢咱灵草，这下好了，被俩疯子拆半拉宗门，活该！我看呐，就报应，让他整天琢磨坐收渔利，这下成别人垫脚石。下次见他，我非问那三香菇炖烧的疼不？长歌师弟，看我给你带何好物。何事这般高兴？焚天宫万法阁的事让他这么高兴。你不知最近玄州热闹坏了，还能这样，真长见识。修行界门道多着呢，去练战天九式，午饭前练熟第3式。是，师傅。此乃何物？侧心玉佩。此玉佩能感人心底真念，若对宗门有异心，玉佩显灰黑戾气；若忠心耿耿，则反金光。如你这般，便赤诚之心了。长歌师弟，此大礼我代清玄宗谢过。有此侧心玉佩，清玄宗这潭水该好好清清。长歌师弟所出宝物从未失手，然内奸之事关宗门根基，半点马虎不得。比预想少，看来我打理下清玄宗根基算扎实。此三内奸虽不起眼，却各掌实权。王道龙掌执法，刘贤管药材，张猛接见新徒。不急，先让安贤顺其行踪摸下，看能否挖更多有用信息。内奸事一旦传开，难免人心惶惶。与其大张旗鼓排查，不如温水煮蛙，日常中不动声色清杂质。3个，倒比我想的干净。还不是托师弟府，若非侧心玉佩，怕陷还被蒙鼓里。由刘显藏太深，那口是心非貌，今想来还觉讽刺。别得意太早，普通弟子你未探一遍的。那是自然，骨干排查完，能混内门者大多心性过关。普通弟子里纵有漏网鱼，也掀不起风浪。我打算将宗门大比提前1月后，届时借大比机将所有弟子测一遍。理由呢？突然改动日程，总需说法。就说7大宗门比斗在即，需提前选拔参赛弟子，此理由合情合理，谁也说不出不是。借大比名行排查时，倒想周全。那是自然。待把普通弟子也筛遍，清玄宗算彻底干净了。
顾师弟啊，你看是否该拿点宝物出当彩头？有何宝物？不过灵气比他处浓些，旁接吾。嘿，你就不实在！你小子接我看着长大，而且你都到了大地境，我还不捡你？你想要何？好家伙，听此口气，问我想要何，而非我有何。顾长哥的宝贝，怕比我想象还多。也不用太贵重，是年轻弟子就行，比如能稳固境界法器，或助突破瓶颈丹药。那就拿3件王级宝物，10件天级宝物，再添20枚洗髓丹吧。你知不知王者级宝物意味何？整清神宗才2件，1件禁闭老祖手镇着，1件我当年拼死魔猿抢护心镜。你倒好，年轻弟子大比，拿镇宗宝当奖励。你接言要给年轻弟子些激励吗？那可是王者级，随便1件扔出去，都能让7大宗门打破头。你个败家子，你当王七奶烤红薯？咦，怎还热乎？此些我先收，大笔奖励就放件天级，不地级就够了。等等，你言洗髓丹乃……前阵看九转金丹与先天灵髓能改善资质，闲无聊琢磨下，随手练些，大概或许能提升资质吧。提升资质，你知此意味何？多少弟子卡瓶颈，就因资质不够。此若真有效果，谁知呢？未试。不行，此丹药效不明，不能随便与弟子用。要不先寻弟子试？算了，我还亲自试吧。你不然呢？总不能拿弟子当小白鼠。我此把年纪，修为也稳，纵药性烈点，总能扛住。我若有3长2短，清玄宗那几位老祖就拜托你多照拂，还有李玄风他们几性子跳脱，得敲打你。行了，死不了。圣级中品，资质，我的资质啊！圣级中品，我原本只是天级中品呀！待我突破圣境，清玄宗便真正有了立足玄州顶尖宗门的资本。届时，什么焚天宫、万法阁，皆不足为惧。顾师弟此次真大方，此洗髓丹效果简直逆天。师师弟，有好事速来。啥好事，子吉？我那片基线灵米正到关键时呢。搞此大阵仗，难不成你捡到大宝贝啦？比那还珍贵。能让玄阳子此般小心对待，绝非凡物。30年前，玄阳子发现上古丹方时，亦是此般兴奋又克制。师师弟，你可知此乃何物？难道传说中？对，就竟真传说中猛虎烈阳丹。听说此宝贝能让老树发新芽，80老叟野浴。哎呦！对个屁！我他妈！
谁跟你言此乃壮阳药？此乃能提升资质洗髓丹，提升资质，你懂不懂？师师弟正值壮年，难道私下竟有此般隐疾？难怪整日守灵田摆弄那些固本培元灵草，原如此。师兄，你此般看我干嘛？爸，谁让我当师兄呢？师弟，你放心，为兄能理解你心情，为你幸福生活，改日我定帮你向顾师弟求。放屁！老子厉害很，厉害很！等等，你言此乃洗髓丹，能提升资质？此次我特意从紫竹峰顾师弟处求来绝世宝药，正清玄宗就2颗，1颗我自己吃，资质直线上升。此最后1颗，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你。嘘，此事还需保密，毕竟只此1颗，我不想引其他峰师兄弟不满。此真？当然真，你可是我亲师弟，我谁都未告，就给你留。赶紧吃。那我可不客气，将来清玄宗我来守护。哼，就你老小子，平时跟我争灵田抢资源，此次拿我洗髓丹，看你往后还好意思跟我脸红脖子粗？感动，感动就对了，往后可得乖乖听我调遣。我突破了！恭喜石师弟，此下咱清玄宗又多份力量。师兄，此恩请我记下，日后有用着我石湾山处，尽管开口，上刀山下火海，在所不辞。搞定！此招果然管用。想当年你抢我那株千年雪莲时嚣张劲儿，现还不得对我感恩戴德？往后再议宗门事务，我看你还好意思跟我唱反调。石万山搞定，下一个就李木然。那老小子整天跟我计较丹炉使用权，此次也得让他欠我个人情。李师兄，可知此乃何物？这是我在顾师弟处求来洗髓丹，能逆天改资质。正清玄宗就2颗，我自己用1颗，此最后1粒。我第一个就想你。此宝物真有此效果，正玄黄大世界都未听有能提升资质丹药。你是丹鼎峰顶梁主家，清玄宗半数丹药皆靠你，此药你比谁都该得。看你此表情，肯定被感动坏了。整宗门就2颗，我自己用1颗，剩下独给你。此份情谊够你记一辈子。此份情我记下，日后师兄要何丹药，尽管开口，丹鼎峰全力支撑。得嘞，丹鼎峰关易过，以后宗门丹药供给不用愁，此人情送直。好小子，平日里重的跟洞天境似，愿一个个早亡者境。实施第一次，本混账东西，一个个及师兄面前装孙子，还兼隐藏2大境界。这是将太清丹经修至大成才能显现的9转金丹纹。哼，这臭小子没少藏啊！李师弟啊，
师兄隐藏够深啊！没想到我丹顶峰小师弟竟遭王者境，以后宗门可要仰仗李师弟。师兄明鉴，师弟就藏那么一点点。此一点点，此一点点，回师兄，却一点点。不过师弟炼的牛魂丹，师兄尝尝。还算你小子有良心。下一位该找谁呢？哼哼，一群老狐狸跟我斗，还不被我用几颗丹药收买？先好你们个个结欠我人情，往后宗门议事，看谁还敢跟我唱反调！此老狐狸手段倒越来越娴熟，果然能坐稳宗主位，没一个简单角色。我只是随手给几瓶丹药，未成想玄阳子竟能借此点由头，把整清玄宗峰主皆笼络服服帖帖。此份心思却让人长见识。师傅应该是生病了，怎么总对着空气想？等此次宗门大比拿魁首，一定要丹顶峰求颗安神丹，说不定能让师傅好起些。诸位师兄师弟，今日召集大家，有件要事宣布。本座决定，原定3月后宗门大比，提前至1月后举行。提前？为何此仓促？弟子们怕来不及准备。是，各峰修行计划皆排年底。我看提前好，晴月峰小子们早手痒，正好让他们练手。石师兄言是，丹顶峰近期炼批新丹，正好让弟子们大比前试药效。我赞成。我赞成。复议，全听宗主安排。嘿，此招果然好用，几颗洗嘴丹就把这群平时争得脸红脖子粗的老家伙治得服服帖帖。往日为调整个比斗时间，皆能吵半天，今儿倒像是提前串通好，痛快。要知往年莫言提前大比，就调整比斗规则，峰主们皆得争面红耳赤，今日却像被施咒，竟无一人反对。我此言急，本想抢别人反对前占先，未成想此几个平日针锋相对家伙竟跟此快来。此次大比第1名的奖品是天级武器。天级武器向来是清玄宗镇锋之宝，宗主此次竟舍得拿出来当奖励，可见对此次大比的看重。既诸位峰主皆无异议，那此事定。各峰主会后好生筹备，务必让弟子们全力赴。不对劲，太不对劲！石峰主今日居然未跟宗主抬杠。何止？你看李峰主，刚才看宗主眼神，跟看亲弟似的。莫不昨晚发生何事，6大峰主才突然一条心？诸位弟子听着，宗门大比提前1月举行，凡宗门弟子皆可参与。距离原定大比还3、4月，怎突然提前？本次大比旨在提前选拔优秀弟子，重点培养，以应对明年7宗大比。请各位弟子好好准备，今年大比奖励较往年更丰厚，努力！去年宗门大比第1名地级下品武器，今年比往年丰厚，难道有地级中品宝物线？我听说好像不止，
昨天我隐约听风主言，不止一件地级中品宝物，听说第1名奖励很神秘。难不成地级上品宝物？宝物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皇级、玄级、地级、天级、王级、圣级。普通弟子手持皇级武器，只有封主亲传弟子、各大天才才有可能拥有玄级武器。地级宝物已非常少见，某些紫府境甚至洞天境长老手中无地级武器，足可见地级宝物对弟子吸引力。拼，就脱层皮也要冲进前3！别做梦，镇岳峰陆晨宇早宁丹境，你才刚筑基。那又怎？说不定我能创造奇迹。老子不求你们得第1，拿2、3名就行。师傅为啥？为啥？知为师为啥一直让你们把修为隐藏打宁丹境初期？木秀于林，风必摧。为瞧见青云峰那老狐狸隔3踏5往紫竹峰跑，李玄峰那小子现指不定啥境界。第1名咱不争，但第2、第3必须给老子拿下！也不枉为师陪你们紫竹峰钓一晚上。记住，不到万不得已，别暴露真实修为。待把奖品拿手，老子带你们紫竹峰谢师，顺便再蹭点好茶喝。大比期间，丹顶峰所有丹药敞开供应。但有一条，谁敢比斗中丢丹顶峰脸，往后3年别想进丹房1步。小婉，我们丹师不善战斗，你若能进前5，此3枚紫炎丹就给你留作往后突破紫府境用。弟子定不辱命。陈宇，现你已到宁丹境中期，但你流云剑法还差最后1式，争大比前悟透，给为师拿一前3。弟子绝不负师命。玄风，你现紫府境中期很不错，但大比时最多展露宁丹境后期实力。师傅，为何？你只需拿第1，没必要暴露全部底牌。弟子明白，定不辜负师傅嘱托。惊鸿，你更要藏。弟子只有筑基境巅峰，难道也要？你只需让他们看炼体境9重。你刚入宗不久，没必要一上就惊世骇俗，留实力，将来有的是用武之地。弟子谨记。对，你们顺便去趟紫竹峰，就言我请萧若白一参加大比。若白师弟，宗主让我们来请你参加宗门大比。我此点修为，师弟不必妄自菲薄，大比重在参与，就当多跟同门交流。顾师叔手段通天，萧若白怎可能只炼体3重？怕早到炼体后期，甚至筑基境。多谢2位师兄师姐，我会去试。此就对，说不定能爆冷门。若白师弟，上次来而光顾修炼，倒望咱师兄弟该多亲近亲近，不如切磋1、2。我也想向师弟讨教几招。俩小子打切磋幌子，分明想来紫竹峰多蹭点灵气。昨日玄阳子刚来过，今日就派徒弟上门，倒把我当成修行宝地。想切磋便切磋，不过既然要留此处，午饭得你们负责。
没问题。弟子厨艺虽不精，烤制灵鹿还拿手。只要能留此灵气宝地，莫言做饭、劈柴、挑水皆乐意。萧师弟，我关你限制炼体境3重天，我也不占你便宜，我将修为压制与你一样，我们对战一番如何？那有劳师兄指教。师弟小心，毕竟对方只显露炼体3种气息，总不能真下狠手。本想让着点师弟，没想到师弟步伐精妙不言，拳路更透着股与年龄不符的老类。那拳头看似缓慢，却总能抢先一步封死变招空间，仿佛能预判我每一个动作。萧若白拳法看似生手，出拳角度透骨很近，有闪避时重心转换，混不像只练几月新人。此等对战机把握，分明经无数次实战打磨方能敏锐。顾师叔果然未少指点。李玄风刻意压制修为，让着若白，可若白反应速度、时机把握，竟比许多凝丹境修士还出色。此等战斗意识，已非寻常炼体境。师兄，我不行。刚才最后一拳碰撞时，分明感觉到拳上传来一股隐晦的战气，虽转瞬即逝，却带着撕裂空气的锐气，那绝非炼体境该有的力量。看来能跟顾师叔果然不简单。此萧师弟藏比谁都深，有那份见招拆招从容，与其言天赋，不如言生死边缘摸爬滚打出本能。此等底蕴，怕许多老弟子皆比不上。师弟厉害，不如师妹一来讨教几招。请师弟指教。萧若白步伐总是避开剑气轨迹，偶尔反击，剑招看似缓慢，却像带某种韵律。此丫头以为压修为就能放水，殊不知萧若白战神体本就擅长越级搏杀，就只显炼体境，实战能力远超同阶。此趟紫竹峰未白来，不仅藏灵气，还发现深藏不露师弟。丁，恭喜宿主签到成功，获得5000年修为。丁，获得大道级宝物太初剑胎。丁，获得大地级功法10部。系统还一如既往大气，一下子给10部大地功法，更涵盖百家大道，倒给清玄宗攒份厚礼。等宗门大比结束，把功法给玄阳子送去。丁，触发限时任务紫竹天苗，任务要求招收第2位亲传弟子，资质不低于圣级。任务奖励无敌领域扩展至方圆100万里。系统竟又布置任务。若白基本上能自己修炼，也未让我多操心。看此无敌领域面子上，再收徒弟也不妨。正好，趁此功夫看看，此世间还多少被埋没好苗子。此些玄州称雄势力，放更广阔天地间，不过沧海一粟。竟圣级下品资质，倒勉强符合收徒要求。竟有势力，少年，此机缘可惜了。太玄圣地坐落中州，传承久远古老势力，此青年继其门下，自然也无意再插手。此些圣地宗门早布下天罗地网，但凡圣级资质苗子，刚出生便会被收入门降，哪会轻易流落民间？时辰到，混沌剑体本源剥离后，融入我圣地大眼剑胎，不出1000年，必能铸就地兵。届时我圣地将拥有第2件极道地兵，
成为东域最强大圣地。此等逆天体质，本就不该落凡童身上，归我圣地所有才是正途。师兄所言极是，这小子挣扎厉害，加重禁制，别让本源散失了。我爹娘当年将我送入圣地，信你们能护我周全，你们却觊觎我体质，说有来世，我定要掀你们自伪善圣地。死到临头还嘴硬，就大帝来也救你不得。哼，好大口气！你谁？敢闯我大衍圣地禁地！传承100万年圣地，竟行此掠夺体质龌龊事，我看大衍圣地无存在必要。找死！嘿嘿嘿，来正好！敢在我大衍圣地撒野，定让你死无葬身地！哦，是吗？今日谁也救不了你们。从今天起，你是我二弟子。正好，让他们知道动我徒弟的代价。弟子方寒雨拜见师父。何人敢在我大衍圣地放肆？圣主跪了，那可是圣人境，怎会？大衍圣地就此点能耐，纵容长老掠夺弟子体质，你们此圣主位，怕坐不安稳。此世间何时出现如此人物，仿佛面临如大帝般。此人，我现在帮你灭，还是留着让你日后亲手报仇？师父，此仇弟子要亲手报，但他们伤我本源，辱我父母，今日账不能不算。有志气。既如此，为师便先帮你收点利息。圣主！
剩下的杂碎留你以后再说。以后此你住处，自己搭竹舍，材料不够就去后山砍。谢师傅。你是为师的第二弟子，你还有一个大师兄，此时正在后山磨练，待他回来你们再认识。听说大眼圣地被人掀了，何止掀，圣主当场被碾成飞灰，2位圣人长老也神魂未了。我用传讯符问圣地外围弟子，言当时禁地上空劈下道剑气，9座镇山石碑全裂。是一点无用之意，东域的天要变了。好家伙，大眼圣地此招哪路杀神？宗主，你听说大眼圣地没？圣主和俩圣人境长老全凉。刚收到信，你言辞得多大能耐？随手把100万年圣地掀，连极道地兵敢镇压，让那些圣地平时一个个高高在上，现直接被掀翻，真猛人！不行，得稳，赶紧召集各峰主，此事必须好好说道。师傅，此竹舍傍晚便能搭好。不急，先歇歇。孩子是块璞玉，跟你们也埋没。跟我走，往后就是圣地核心弟子。混沌剑体万年难遇，可惜生不逢时。以10万年无大地，大道早不显。你纵有天赋，又能走哪步？倒不如成全圣地，驻无上地兵。我圣地将凭借2大地兵镇压东域，算你造化。师傅，此为方寒雨，为师收的2徒弟，以后便是你师弟。见过大师兄，不必多礼。我叫萧若白，往后同师傅门下修行，有何不懂可问我。此位大师兄身上浓烈战气，那无数次实战磨砺出味道，与己禁地中感受血腥气截然不同，带着坦荡和凌厉。若白刚从后山历练回，正好歇歇，顺便给你师弟讲紫竹峰规矩。师傅言是，寒雨师弟，咱紫竹峰规矩3条，言简单简单，言复杂你慢慢品。第1条，别主动惹事儿，但也别怕事。第2条嘛，离姓叶、姓萧、姓楚远点儿，有那种看平平无奇，运气好离谱。师傅言，此几姓自带麻烦体质，沾上甩不掉。还有此种规矩。第3条也最要紧，藏好实力，别太张扬。我现虽凝丹境修为，但一直隐藏炼体境。师兄，我刚来此地，还不知此哪里，师兄能否讲解一二？此处玄州地界，我们现所在宗门清玄宗，所在山峰叫紫竹峰，宗主和其他峰主皆在那边。不过咱们紫竹峰比较特别，平时很少人来。当初师傅收我时，全宗门皆质疑，现在有了小师弟一起陪师傅，紫竹峰算热闹一些。希望师傅病情能好转些吧。那咱紫竹峰就咱师傅3人，还有只鸟。
师傅言他叫小黑，是师傅养的宠物。恭喜宿主完成紫竹天苗任务，招收混沌剑体拥有者方涵宇，任务评价完美，奖励发放：无敌领域扩展至100万里，获得额外奖励1条完整空间大道。100万里吗？竟然还有一条空间大道。萧若白上次下山，愣是绕着丹顶峰后山转圈，最后还是小黑鸟发去寻人才领回来。爸，玄风，紫竹峰新收弟子，明日带新弟子办身份证牌，紫竹峰取人。让玄风那小子跑一趟，总比指望萧若白认路靠谱。师傅，顾师叔传讯，他说又收了一位师弟，让我明天紫竹峰带新师弟办理身份令牌。又收徒？以前让他收徒皆不收，现在竟然又收一个，不行，明天我得跟去瞧瞧，看还需添加何东西。那弟子明天一早紫竹峰等您。顾师叔，弟子按您吩咐来。此少年虽未显露修为，可周身上下萦绕剑气，连我都觉心头为麻。这便是顾师弟新收的徒弟。此为方涵宇，你们认识下？见过宗主，见过李师兄。哎，叫师伯就好，叫师伯。涵宇，来，让师伯瞧瞧你资质。不必，我收徒弟从不论资质，只看眼缘。我怕验出来吓死你。嘿嘿，我唐突，长歌师弟眼光自然错不了。此柄天敌长剑流霜，我早年一处秘境所得，剑身能引动天地灵气，最适合剑修用。涵宇拿去玩，往后多去青云峰走动。惊鸿那丫头也练剑，你们年轻人多交流交流，正好切磋剑法。多谢师伯厚爱。令牌是让玄风带他去办，你若无事，就留下喝杯茶。喝，必须喝。师弟，走，我带你去前山登记。嚯，此茶灵气比上次还足。此处真好。师兄，我前些日子偶然捡到秘境令牌，你看看。秘境令牌啥意思？进入秘境的凭证？玄黄大师姐经常现各种秘境，有些秘境想要进入，必须手持令牌，不会就是这个吧？非你想的那种凭证，而是里面封印着秘境。令牌封印秘境？师弟，你怕是太天真，秘境怎可能会被封印境？你知秘境什么？那个天地之力凝结小世界，多少宗门为抢残配秘境打头破血流。是与不是，你感应下便知。苍云秘境，里面竟真有秘境。传说开天立地时诞生先天秘境。冷静点，说说，此秘境你想怎用？按规矩，此秘境要么藏当底牌，要么组织弟子进去历练。但苍云秘境不同，它能移动，能被令牌收放。长歌师弟，你说安在禁闭虚空怎么样？让秘境与禁闭重叠，用阵法掩盖气息。五位老祖常年在禁地闭关，正好让他们进去镇守，顺便指点弟子。对，挑批根正苗红弟子进去修行，由老祖们亲自看管，算稳妥。不出100年，清玄宗定能出10几圣人，甚至大帝。还得设规矩，进去弟子必须签同心契，立天道誓言，绝不能泄露秘境信息。秘境安置不急，等宗门大比结束再说。为何？也对，等把那些暗处眼线皆处理掉再说。还是长歌师弟考虑周全。长歌师弟，此份恩情，我清玄宗上下永世不忘。少来此套，快准备宗门大比。清玄宗这棵老树，该添点新枝了。肃清内奸，夯实根基，此清玄宗未来才刚要开始。令牌事情皆办完，看来你对清玄宗也有几分了解。是，弟子觉此处很不一般，无圣地等级森严，师兄弟间虽有切磋，却无倾轧，连宗主像邻家长辈。韩宇，我清玄宗不与那些圣地，最忌同室操戈，同门弟子当互相扶持。若有人行损害宗门事，或对师弟师妹出手，我绝不轻饶。弟子谨记。你此前练天眼剑经不合混沌剑体，弃了吧。混沌剑体生而能引天地混沌气流，寻常剑法招式框不住你。看好了，此斩字诀讲究一剑破万法，以混沌剑气凝聚锋芒。不至于物，不碍于行，见物便斩，遇阻便破。你师伯都给了你见面礼，
为师的拜师礼自然不会差。此剑与你混沌剑体同源，但是太过霸道，我将其威能封印了大部分。但你修为精进，每解开一层封印，便能多领悟一分地道真意。谢师傅。混沌剑体配混沌剑诀，别说区区东域，便是诸天万界，也该让世人见识见识了。是紫竹峰的顾峰主，他身后那2人也要参赛。萧若白，那个凡级下品，入门才3个月就敢上擂台，这又是谁？紫竹峰什么时候又收徒弟了？连件像样的法袍都没有。萧师弟，这边。这位是方寒宇师弟，师父新收的弟子。见过各位师兄，请多指教。长歌师弟，你这俩徒弟打算露几分实力？看看再说。经各峰筛选，此次大比参赛者共64人，皆为我清玄宗天才弟子。比试规则：2两对决，胜者晋级，败者淘汰，点到为止，不可恶意伤人。接下来公布此次大比奖励。第1名，天级武器一把，天灵丹10颗。天级武器，宗主今年这么大方。还有天灵丹，那可是能洗涤肉身、突破瓶颈的宝贝。第2名，地级上品武器一把，天灵丹5颗。第3名，地级中品武器一把，天灵丹5颗。第4至第10名，玄阶上品武器一把，天灵丹3颗。天级武器，我势在必得。冲进前3，拿地级武器。此剑当为我冥想。清玄宗宗门大比正式开始。萧师弟，主动认输吧，免得等会儿下不来台。出手。承让。陈云输了，他可是筑基中期，萧若白才入门3个月啊！我是不是穿越了？顾师弟，你这徒弟藏得可真深，侥幸而已。承让。他才15岁吧？这什么怪物？仗着武器厉害罢了。斩断玄铁剑的不是兵器，是剑意。他收剑的手稳得可怕。若白和韩宇不能太出彩，在半决赛之前下场吧。万法阁焚天宫记录若白、韩宇、惊鸿对战细节，倒是新奇。师兄，探子名单。好个破阵宗，连执法堂都敢伸手！我有秘法，可控其心神，化为死钟。学不学？真的？这神识增强，窥记忆，复制功法，不亚于地级功法。待大比结束，再一一清算。晋级半决赛的是李玄风、石惊贤、林墨尘、莫尘雨。
哈哈哈哈！俩臭小子没给我丢人，竟然进了半决赛。半决赛开始，李师兄，今日便让我见识下青云峰的流云13式。这力道远超宁丹中期，肉身强度更是离谱。石师弟从顾十四那儿得了不少好处。好家伙，隐藏的够深，这灵力浑厚的不像话。这小子真会装，最少子府中期，偏装宁丹境。我输了。林师弟，小心了！奇影刺！怎么可能？奇影刺！你的后期还有建议，李莫尘完了！输了，李莫尘赢了！这是什么符法？挡住带剑意的奇影刺，这件大笔藏了多少宝？好你个石老头，你那俩徒弟前阵子还被我家莫尘羽按在地上揍，这就脱胎换骨了，得了什么好处？从实招来。叶师兄这话说的，弟子们自己肯下苦功，关我什么事儿？好你个顾师弟，厚此薄彼，定是你背后开小灶。顾师弟藏得够深啊，有提升修为的法子，怎么不早说？就是，顾师弟可不能偏心啊！我就是看个戏，怎么成中当之敌了？石万山半夜爬我紫竹峰偷学，关我屁事！师兄救命，快让下面敲锣，接着我。半决赛结果已定，该准备决赛了。行了，都别围着了。大比结束，我处理完手头事儿，你们带弟子来找我，该指点的自然会指点。麻烦大了。本届宗门大比到此结束，下面发放奖励。第1名，青云峰李玄风，赐天级武器1柄，天灵丹10颗。谢宗主厚赐。第2名，晴岳峰林墨尘，赐地级上品武器1把，天灵丹5颗。第3名，晴岳峰石惊贤，赐地级中品武器1把，天灵丹5颗。第4至第10名弟子们各赐玄级上品武器1把，天灵丹3颗。是时候清理蛀虫了。哪个居然敢偷袭？王长老，您怎么也在这儿？是突袭训练，还是新任务？这么多兄弟，都是我们焚天宫的人。什么？你是焚天宫的？啊？你不是我们焚天宫的？谁是你焚天宫的？老子是万法阁的。好啊，万法阁！上次我们公主被揍的账还没算。揍你们公主是看得起你们。弟兄们，给我干死他！住手！长老，这蠢货，还没反应过来，咱们被抓了。这些人怕是其他宗门的探子。小吴，你不是负责杀药草的吗？怎么也……刘执事，我是玉清宗的，3年前派来卧底。玉清宗，你们连丹炉都凑不齐，还学人搞卧底？上次你炼废的凝神丹，是我偷偷换了药材才没被发现。你说什么？合着是你搞的鬼？够了！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刘执事，你是哪个宗门的？我是万法阁的。老子是破阵宗的。没想到清玄宗里藏了这么多同道。可不是嘛，平时各藏各的，今儿凑齐了。幸会，幸会，幸会，幸会！幸会个屁！都他妈阶下囚了，还幸会？想想怎么活命！我这不是缓解气氛吗？缓解个屁！清玄宗把咱们一锅端，关在一起，摆明没打算让咱们活着出去。
聊得挺热闹啊，既然这么投缘，不如再聊会儿。宗主，您怎么会？怎么不聊了？刚才不是聊得挺热闹？继续呀。你是紫竹峰主？嗯。你们连这个都查出来了？不然呢？王长老拿着清玄宗俸禄给焚天宫当狗，滋味如何？刘显，丹顶峰待你不薄，良心被狗吃了。宗主，我们认在，但不知您打算如何处置。吃里扒外的东西，恩将仇报！好熟悉的感觉，原来往日挨揍是宗主所为。师兄，别废话了，办事吧。主人，愿效犬马之劳。你们各自给自己10巴掌。3日后回各自位置，继续伪装，传递消息须经我过目。敢私传半字，天天扇嘴，扇到牙齿掉光。遵命。分成2组，互相扇巴掌，1000下，少1下都不行。在里面每天互相打1000巴掌，打够3天再出来。走吧。长歌师弟，这夺魂术神了！那些人眼里的敬畏可不是装的。有这秘法，往后处理内奸，省心稳妥。何止处理内奸？咱们可以抓其他宗门核心弟子，施术让他们回去当卧底。万法阁单方焚天宫战绩、破阵门阵法都能弄到手。还能控制他们的探子，送假消息，搅乱局面。师兄想得长远，这不是有了宝贝一时高兴吗？内奸之事暂了，那苍云秘境，师兄想好怎么安置了？差点把这大事忘了。长歌师弟，几位老祖当年为守护宗门，连番血战，伤了根本。如今，已是风烛残年，虚弱不堪。上次送来的灵茶，也不知对老祖们恢复有无效用，可千万别打扰了他们静修。一群老狐狸把自家宗主骗得团团转，若师兄知晓真相，表情定很精彩。来了来了！我就说这小子不敢忘了我的。几声，末路破阵。这便是紫竹峰那小子。好家伙，灵力内敛如深渊，这眼看得老夫心里发毛。紫竹道友，你留下的这位后辈究竟是何方神圣？弟子长歌见过诸位老祖。你怎亲自来了？听闻老祖们悟道辛苦，特备了些寻常肉食薄酒，聊表心意。这是。老祖尝尝。呀，好酒！你们让你平日总藏着掖着，差一步入圣境都瞒着宗门。
这下也尝尝被蒙古里的滋味。啥？你怎知我快突破圣境了？啥？你快突破圣境了？小玄子，你藏得够深呐！何时摸到圣境门槛的？就前阵子喝了长歌师弟的灵茶，吃了颗洗髓丹，突然我想着为彻底突破，便没说。洗髓丹，此乃何丹？不算什么，至多提升些资质罢了。提升资质，能提多少？若底子尚可，圣级亦非不可能。圣级，长歌，你可知这意味着什么？玄黄大世界数百万年，从未有能靠丹药提升至圣级资质的先例。小玄子，你吃了几颗？现下资质如何？一颗圣级中品。你这混小子，天大的事也敢瞒我们！长哥，那洗髓丹可还有？老夫愿以紫霄雷晶相换。我有9转还魂花，但求一颗，任凭差遣。都在哪儿了？先前想送来，怕惊扰老祖静修。败家子，竟让如此至宝违地！姐姐，那是防贼的，你不会喊一声吗？你方才说一颗便值圣级中品，好家伙！长哥，此丹逆天，若数量有限，当优先与宗门年轻天才。我等老朽纵资质提升，前路亦有限，莫要浪费。老祖多虑，洗髓丹虽不多，够诸位服用，我尚有余存。长哥，此话当真？老祖，差点忘了正事。长歌师弟这令牌里封着一整个先天秘境，100万里领土，100倍灵气，上古传承。小玄子，最糊涂了，秘境岂是令牌能装？玄阳啊，判秘境判出异症了。老祖一试便知。这真是秘境，先天秘境，竟真封于令牌。开天辟地的造化，竟落我清玄宗。好小子，刚错怪你了，此乃经世之喜。刚谁言我胡话来着？长歌，此物逆天，你从何？机缘所得，何该用于宗？你与长歌必有章程。正是，欲将秘境置于禁地虚空。好，事不宜迟，先固阵法，再容秘境。清玄宗根基自此方固，未来风波，且由他们自承。顾师弟，你这紫竹峰的灵气比我丹顶峰的丹炉火还养人，在这待上片刻，连我炼药时留下的火毒都消解了几分。就是，玄武君红这几个小子从你这儿回去后，资质修为蹭蹭往上涨。可不能忘了咱老弟兄，我天主峰那些体修弟子，要是能来你这儿淬炼几天肉身，紫竹剑气纯澈，在此炼剑3日，抵得过在剑冢苦修半月。丁，万古天骄塔已激活。此塔名万古天骄塔，内藏数百万年以来玄黄大世界所有妖孽及天骄的投影。塔内自成空间，广袤无垠，能根据挑战者修为自动匹配合适对手。你若处紫府境，匹配到的便可能是数百万年前
某位少年大帝的子府镜投影，每次挑战随机匹配，胜积累经验，打磨道心，败被塔内规则送出无性命之危。你们已至子府巅峰，寻常妖兽难堪磨砺，需与万古天骄争锋，淬炼己身。何时塔内连胜10场？何时再言突破？弟子明白。系统签到。丁，恭喜宿主在紫竹峰签到成功，获得修为5000年。恭喜宿主获得可成长小世界，初始形态，方圆100万里。丁，恭喜宿主获得大地精血1缸。可成长小世界，倒有几分新意。初始100万里灵域，灵泉奔涌，灵芝丰茂，地底竟盘绕3道先天灵脉。若以鸿蒙紫气或混沌青莲滋养，未来或可演化为真实天地。100味大地精血，倒省了我不少手脚。自得天骄塔，若白寒雨便似着魔，稍有空闲便扎进塔内对战。萧若白背负血海深仇，方寒雨铭记夺体之恨，此等刻入骨血之执念，令他们比任何弟子更知变强之意。火候差不多了。又来了，看我的大喜！施我一剑！师傅，您怎在此？我还倒是心头痒。师傅，弟子非故意，以为是塔内新考验。怎的？于塔内揍了几日少年大帝，便想是能否打赢为师了？我在塔内连胜5场，连战天大地投影皆能挑飞。师傅也是大地境，未必不可一战。师傅虽强，然同境界下，无知混沌剑体本善越级搏杀，又与塔内务剑主大帝以心为剑，未必会输。行了，莫再藏匿，我将修为压于子府境巅峰，培尔等玩玩。我与寒雨师弟联手，同境少年大帝皆不惧，不信打不过师傅，此局优势在我。师傅，此乃您言，只可施展子府境修为，待会儿输了莫哭鼻子。师傅，弟子意欲讨教，同境界下，弟子有信心不输。行啊，齐上，让我瞧瞧天骄塔未白呆。师傅，小心了！此乃其容战神体特性与战天大地投影经验之新招，塔内大地投影亦曾逼得连连后退。还来否？师弟，师父一直谢礼，从未正面应接。我猜其子府境灵力与肉身，定无我等浑厚。待会儿我主攻中路，以战神体气血锁其泄力空间，你则下路突袭，逼其必须抬手应挡。哦，变招了。方才应接之力道，竟然较想象浑厚数倍。怎的，以为我不敢应接？
鸿蒙神体乃诸天万界第一体质，纵压至子府界，亦非他人可比。方才借力打力不过懒硬拼，若动真格，半招难接。还愣着？师傅，我服了，真服了，千万别打脸！你这方才不是还言要联手打赢师傅？此便认怂了？行了，起吧。真要揍你，还用等你抱大腿？记住了，横是让你长记性，非让你遇事认怂。下次再瞎琢磨师傅不如己，非疼几天这般简单。过来，脱外衣入内，以灵力导灵髓与精血入体。记着，忍着点，精血霸道，待会儿疼得厉害，莫喊出声扰紫竹峰亲戚。师傅，此精血究竟何等级啊？莫问，问及筑基境精血。不说不说呗，还筑基境，真当我初入门小白？我刚入门时还言己乃凝丹境中期，结果也是大地境，被师傅骗得团团转。唉，终究一人扛下所有，此次还想骗我，门儿都没有。混沌剑体对本源力量极敏，能清晰察觉桶内精血里藏的锐剑，瞬间巧接穿掌心。此等精纯力量，远胜层出任何修炼资源。磨蹭甚，还想不想突破？灵髓与精血融合时效有限，再耽误，待会儿淬体更疼，莫喊出声。既不扰紫竹峰亲戚，亦不愿师兄前路怯。对剑气掌控又精进一大截。不行，压不住了，再冲便要撑裂经脉。师傅，力量太猛了。灵髓与精血本就远超洞天境承载极限，能撑至此刻，全赖灵髓调和与体质得数。总算稳住了。此等机缘，老规矩，见者有分。玄风、惊鸿速来紫竹峰，斥责机缘尽失。景玄、墨尘，立刻前往紫竹峰，来晚墨月为师为提点。此与印象中高高在上之长辈形象相差何止千里。小师弟，习惯便好。师父、师叔，机缘在何处？此便是机缘。好生浓郁的灵气。机缘难得，我先入了。我等也来。自不能落后。两位师兄今日突至紫竹峰，非为抢此2桶灵液而来吧？自然不是，主要为苍云秘境之事与你相商。这几日我已将秘境之事巧告其他几位峰主，皆令其立下天道誓言，绝密不泄。此事关乎宗门未来，马虎不得。
正是。我等还特从各峰遴选100名弟子，皆乃心性沉稳、根正苗红之辈，预备送入秘境培养。此次前来，便是想请你再长长眼，看此人选与安排可否更稳妥些。人选尔等把控甚妥，心性根骨皆无问题，无需多调。如此便好。刚收密探传讯，西南万里外落霞域有上古秘境现世，乃2名洞天境散修，为争一株千年灵参相动，逸散能量无意撞破秘境隐匿禁制，方使秘境灵光显露。秘境出世，动静极大，相信很快玄州境内稍具实力之势力皆会知晓。还等什么？即刻遣人前往啊！莫急，眼下秘境尚未正式出世，仅外围萦绕玄光。据禁制编动推算，约需3日，入口方能彻底开启。若白与韩宇自入门，一直居于清玄宗，此次正可让他2人前往历练，增长见识。既为真，那我再挑选几位峰主带队，自各峰另选优秀弟子同往，也好有个照应。不必，他俩不与尔等同行，独自闯荡，方得真正锻炼。尔等带队争夺资源即可，无需管他们。有趣。秘境深处竟藏压制境界之境制，任你王者境还是天人境，踏入皆被压制子府境。届时那些冠凭高境欺人之辈骤失修为，怕要惊怒交加，场面定然好看。正好让若白、韩宇于此公平环境中试手，检验修行成果，以见识玄州各势力真实成色。洞天境，果是洞天境。方才多久，尔等竟有如此大提升？惊贤莫尘至子府后期，惊鸿剑意亦精进，此等提升速度堪称奇迹啊！好小子，如此年纪至洞天境，放玄州他宗足可当长老，甚或宗主矣。想当年我破洞天境，整整熬了5年。以往总闻洞天境修士如何厉害，今方知此境力量竟如此强劲，多谢顾师叔灵验。往年大比，各宗参赛弟子修为多至宁丹期，偶现1、2子府初期，便被奉为天之骄子。大多年份，7大宗连1子府弟子都难凑齐。然今观清玄宗，玄风已至洞天，惊贤莫尘达子府后期，惊鸿亦突破子府，更遑论若白、韩宇，待苍云秘境100名弟子成长。清玄宗子府境修士，怕真要扎堆也。对了，眼下尚有一件大事，西南万里外落霞域有上古秘境将起，此次由10峰主带队，将挑选宗门优秀弟子同往。尔等刚突破，正可往秘境历练，既可争夺机缘，亦能磨合实战。然秘境内有妖兽盘踞，外围尚有他势力觊觎，尔等去了需谨慎，莫只顾强保，安全为首。掌门，师叔放心，弟子定不负期望。于秘境中磨练己身，扬我清玄宗威名。我的剑正需实战砥砺，秘境之中便是最好的试剑石。咱们几个刚突破，正好拿秘境里的妖兽试试新招。墨尘，你的土系术法这回可要派上大用场了。清贤兄的精细功法与我配合，攻守兼备，此行必相互照应，不负师门所托。到了秘境，莫学你师傅那般啥都瞧不上，见了好东西，该抢则抢。尔等独往秘境，为师言3句实在话，需谨记。请师父教诲。第一，安全为要，莫小觑修为低微者，内里或藏老阴逼，专候扮猪吃虎。遇着不好惹的，勿犹豫，转身即跑。见他人为传承抢得头破血流，
尔等便蹲于草丛后着捡漏。记着，活下来，方有机会得机缘。师傅，若有人主动寻我等麻烦呢？问得好。第二，若需动手，勿留活口。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；人若犯我，挫骨扬灰。杀人后，将尸骨碾灰，撒入河中冲净，莫留半分痕迹于其宗门追查。斩草不除根，回头便是一堆麻烦。弟子明白，绝不留后患。明白尚不足，须有跑路之能。此乃为师近日琢磨的身法，追不上我。名虽直白，笑却不错。就一长处，跑得飞快。寻常王者竟纵拼尽全力，连尔登影子亦摸不着，慌乱追击。师傅，此步法太神，速远超弟子前练之踏影步。有此步法，纵遇强敌，亦能全身而退。小命第一，机缘次之，面子最不值钱。此次让小黑随尔等同往，这小家伙叫尔等机灵多疑。去便，回收拾行装，莫带过多累赘，疗伤丹药多备些。是。此护心印主打稳健，注入无修为1%之力。莫言王者境，纵圣人境，乃至大地亲临，狂攻一日亦难破。此行由石峰主带队，辅以3位长老，携玄风、惊贤、墨尘、惊鸿4人，及各峰甄选10名年轻弟子，计19人，组成历练小队。师兄，你说咱能抢着王级法器否？先顾好你小命。莫吵，随石师伯走，准无误。看不透我。秘境鱼龙混杂，万法阁、焚天宫乃至魔修皆在，保不齐有针对清玄宗之辈。吾等此番改头换面，纵动手起冲突，对方亦不知吾等来历，省得为宗门惹麻烦，亦减不少无谓纠缠。走，莫与石师伯他们凑堆，自侧面绕入。牢记师傅话，少出头，多观望，保命要紧。秘境周围高地早被各大势力占据，最显眼的就是玄州几大宗门队伍：万法阁青竹旗、焚仙宫赤焰旗、破阵门镇文旗，旗下皆人影黑压压。万法阁阁主云沧海，其后跟着12位长老，最低阶洞天境，在后100名弟子，筑基后期占7成，灵丹境亦有20余人。万法阁此番下血本眼，焚天宫烈天雄身后6大长老，众弟子都在长老身旁，队末还有3个黑袍老者。上回连挨4顿揍，此仇必报。
恨不能立时冲上大战300回合，奈何自打不过。烈天雄不过一莽夫，毫无威胁，倒是那3黑袍老者隐隐令吾感些许压力。哟，此非焚天宫活老鬼乎？竟还能下床走动？上回被人揍得鼻青脸肿，还道你需卧床至明年呢。石万山，少在此阴阳怪气！我焚天宫之事，轮不到你这胖子管。我看清玄宗是真无仁义，就派此些小猫小狗来，趁早将七宗之位让出，莫占茅坑不拉屎。师父所言，敦草丛简陋，果是至理。师兄说的对。秘境开了！极甚！此秘境出现，未知凶吉，让他人先探路。玄州的小家伙们倒谨慎，有无危险，一试便知。既无人敢去，便由你去。里面有灵草，好多高阶灵草。看来无险。走！顾师弟的宠物，两小子竟伪装散修混入，倒将师傅那套隐针本事学个十足。师傅言，安全第一，进去再说。莫急，入内地形复杂，机会甚多。我的天人境修为呢？怎么只有子府境了？公主，吾等王者境亦被压至子府境。什么？该死！此破秘境究竟何规则？秘境禁制，无论此前修为多高，至高只可发挥子府实力。可恶！妙极，这下天人境亦与吾众同阶，吾等亦有资格争宝也。子府境灵力虽不及往日浑厚，应对足矣。师弟，可察觉秘境规则与吾等全然无效，莫非因师父所授看不透我之功，骗过了秘境禁制？师父所授功法向来不凡，10之8九是也。这下有的玩了。全速前进，先斩灵药坡！此地何时轮得蝼蚁碰？何来散修？敢挡本皇子路，识相速滚，免无动手，取你贱命！等的便是尔等。哼，不知死活！你究竟是谁？灭尔等之人。杀了
杀他！他竟一人联手杀之！小子，众修皆压子府境，一宗天赋再高，未必胜吾。识相退去，否则杀！太弱矣。吾仅用子府初期30%力，而皆接不住，此即大炎皇朝强者。走，速带皇子走！回去。你们究竟是谁？严虚离，吾记得你。你怎知无名？当年尔等追杀吾与吾父，尔等美人之貌，乃至握太初剑姿势，吾皆刻于心，日夜铭记。后今日清算。你是萧山之子，萧若白？不可能！当年萧山之子仅10余岁，何来此等修为？尔话过多，下去问阎王。大炎皇朝寸土，皆尽无萧家之血，今日无人可走。大炎皇朝，此仅一点利息，等我，很快。紫竹峰岁月，师父之护赐吾复仇之本，师弟并肩令名符非东西。心性够稳，手段利落，总算未白交。然方才话多矣，反派死于话多，下回须多如几句。是烈天雄，齐追闹虎。是幽冥冰焰，粉莲公主修火属功，此火可令其焚天绝位翻倍。烈天雄怕是追了一路，才把他逼到这绝境。师兄，那团火看着邪门的紧，烈天雄追得跟丢了魂似的。咱们不着急，等他把异火抓住，我们再动手，还能省些功夫。师兄更稳健啊！好啊，还不是被我抓住了？动手！谁？走。公主，大长老，我后脑何此疼，还有吾背。公主，方才发生何事？谁伤而至此？速度很快，没看清脸。我好歹一公主，结果没栽在异火手里，倒栽在2个躲在暗处的家伙身上。有本事光明正大这打一架啊！背后敲门叫算什么英雄好汉？我的储物上百年的积累，还有宗门的核心功法，以及在秘境所有的收获，全被那2个混蛋偷走了。不如先让弟子们封锁四周，我们带公主去旁边休整，等她缓过劲儿，再仔细问清偷袭者的特征，免得打草惊蛇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按二长老说的做。清玄宗，此精魄我血魂宗看上，识相速滚，莫碍言。走，往南侧山谷去。石师伯，这玄铁精魄是我们先发现的，对宗门炼器至关重要，哪能轻易让给魔宗？对方有长老带队，人多势众，我们硬拼，就算赢了也会损耗惨重，最后只会让旁人捡了便宜。石师叔说的对，我们不宜硬碰，先撤。清玄宗胆小鬼，连争都不敢争。我有事儿出去一趟，你们带着弟子在此等候，千万别乱走，看好他们。石师叔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动手！你是谁？同受秘境归县，同子府境修为，和你此强？
石师叔，您此白打一架哪行？这些魔宗崽子抢了不少市里的东西，我们这叫劫富济富。以前听师傅唠叨杀人要毁尸灭迹抹除痕迹，今日才算真真切切学到了。傻站着干啥？走！你说咱们真能找到他们吗？你还真想找到？就算真撞上了，就凭咱们这点本事，打得过人家吗？机灵点儿，走走形式，做做样子就行了。要学会摸鱼。这焚天宫内部也有这般摆烂的弟子，看来烈天雄在门内的威望有待提高啊！走，我们去看看什么人让焚天宫如此兴师动众。山洞里定是烈天雄，他们守得这么紧，想必是烈天雄找到了什么好东西在炼化。不等，要不要趁机抢？你小子也不安分了，我对付黑袍老者，你对付严苍云，速战速决。好家伙，好家伙，果然是宗门天才弟子，搜刮财物这一技巧学的是真快啊！等会儿你吸引他的注意力，我给他一棒，保证晕过去。要是烈天雄真在炼化宝物，说不定还能抢个半成品。好一头矫峥嵘！特马又来，此熟悉感，该死！师叔会不会藏在衣袍里？至少是天级宝物。哎，先收着。这老东西宝贝还不少。师叔，会不会他早就被人抢过一遍了？您看他头上那2个包。这老东西倒也够惨，被抢2次，连家底都被掏净了。师叔，您这是……这你就不懂了，这可是焚天宫公主的特制宗符，验光丝织的，水火不侵。图腾还是身份象征，以后说不定能派上用场。虽然没有储物戒，不过有这内甲、短刃和宗符，也不算白来一趟。公主，您没事吧？您的衣服呢？我的储物戒也没了，我的玉坠、储物袋全不见了。是那2个蒙面人，他们偷袭我们，还把东西全抢了。他们是谁？竟有如此实力？公主，咱们现在没了法器，怕是……先去召集弟子，布焚天阵。今天的事谁也不许说出去。要是让人知道我们被扒的只剩内衣，焚天宫的脸就丢尽了。别让老子再遇到你们，不然把你们扒光了丢进焚火炉。是云灵花，王级灵草。好东西，哪儿来的野修？赶紧滚远点！秘境宝物，先到先得。杀了他们，注意别溅脏了灵草。好得很，上，把他们碎尸万段！真是一群废物！宗主，他们不对劲，快撤！撤！捏碎，快捏碎他！速度还是慢了一点，先把宝贝收好。我的天，这2人到底是谁啊？连魔天宗宗主都被他们打跑了。早该有人收拾这些魔教崽子了，大快人心。玄州7大宗门里，没听过有这等战力的人物。弟子查问过，无人认得那2人装扮和兵器。继续留意，务必探清来历。不用猜，肯定是若白和韩宇那2个臭小子干的。2位师弟实力真是太强了。秘境的修为禁锢，
就与这塔有关。欲得秘境传承，需闯此通天塔。塔分9关，每关皆为独立空间，需斩杀对手方可进阶。入塔者修为解锁，可发挥真实实力。小师弟，看来这通天塔迫不及待想给我们一个下马威了。独立空间嘛，正好，省得旁人打扰。开胃小菜也敢献丑？太弱，显不出真本事。终于等到能闯过9关的人了。咦，怎么是2个人？无名灵琼，当年拼死拼活300年，燃尽修为，也只勉强上第9关傀儡分毫。这个塔真有这么难吗？我好像没用1炷香就上来了。你们1炷香还没热身，我拼死拼活300年，你们1炷香，好啊，比我当年强太多了，强的有点过分了。这通天塔还有秘境，便交给你们了。反正我是不配了。师兄，你练画吧。成了！不好，限制解除了，我们快走！什么人敢闯皇宫？禁军呐，一群饭桶！陛下息怒，刺客实力太强，紫府境、洞天境的弟兄都挡不住。秦风，速带所有暗卫拦截刺客。臣遵旨。秦风，还有你们这些杂碎，当年的账今日该清了，拿命来！别去！杀了我！杀了我！大燕皇帝出来受死！爹，娘，儿子回来了，欠了我们萧家的血债，我要他们连本带利，一一偿清。谁在那里？叶叔叔，萧少爷，真的是你，你还活着，太好了。消息没漏出去。叶叔叔，我与韩愈这就闯宫，今日必让那些人血债血偿。不行，皇宫里有2位天人境老祖，还有众多暗卫，你们不是他们的对手。叶叔叔，我已非昔日稚子，天人境老祖也好，暗卫也罢，今日我都能接下。小黑，帮我看好皇宫，
只许进不许出。若能巴结上这等强者，别说玄州，整个东域都得看我大燕皇朝的脸色。这昏君如今竟还想着巴结强者谋夺地盘。若白、韩宇，师傅，您怎么来了？过来看看。你们忙你们的，不必管我。动手！庶子狂妄，竟敢闯宫行凶，屠戮禁军！真当我大燕皇室无人不成？大胆逆贼，杀朕禁军，斩朕暗卫！你们到底是何人？敢在朕的皇宫撒野！陛下，是他们，是秘境里的那两位神秘人。你们是秘境里的？怎么，陛下不是想巴结秘境里的神秘人吗？如今见了面，怎么反倒说不出话了？两位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朕自问从未招惹过二位。莫不是朕那几个不成器的逆子，在秘境里冲撞了二位？这龙纹玉佩怎么启动不了皇宫护阵盒了？就你这破烂阵法，也配拿出来丢人现眼？哼，误会。当年我父亲萧战为你守了20年北境，最后却落得个谋逆的罪名，被你的暗卫追杀致死，这是误会。你是萧战的儿子萧若白。若白贤侄，当年之事确实是朕听信谗言，错怪了萧将军，朕可以补偿你，将军府爵位还你，北境兵权归你，只要你肯罢手，你要什么朕都能给你。补偿？我父母的命，将军府300多人的命，你拿什么补偿？朕错了，朕不该斩你满门，朕给你平反，给你兵权，我把大燕皇朝给你，求你饶朕一命。饶你？我父亲临死前，你可曾饶过他？将军府所有人倒在血泊中时，你可曾饶过他们？当年他们享受着将军府用命换来的安稳，如今也该偿还了。父亲、母亲，将军府的列位，若白替你们报仇了。